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佛得角的数字游民签证。首先呢，佛得角这个国家呢，很多人不太了解。佛得角呢，它其实是位于在西非的，在大西洋上的一个岛屿啊，它其实是一个群岛，也并不是单单一个岛屿。佛得角是由10个岛屿组成，那么总共它话有9个岛屿是有人居住的，每个岛屿呢，它是有自己的独特魅力。然后呢，佛得角的气候非常好，它是温暖的热带气候，有美丽的海滩和火山岛。所以呢，有很多的数字游民，他希望在这种热带岛屿去生活。然后呢，佛得角呢，它拥有这种物价还是挺便宜的。本身的话，它当地居民的人均 GDP 在3000多美元左右，然后加上它的自然气候非常好，又是海滩，又是西非，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游民居住地。他们国家的数字游民签证呢，是在2020年的12月份启动的。作为该计划的话，允许数字游民在该国居住6个月时间，同时远程工作。如果说你希望停留更长时间的话，那你需要在6个月有效期结束之后去延长。首先呢，我现在打开的网址呢，是一个佛得角的申请数字游民的一个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网址。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这个网页给翻译一下。好了，我现在翻译成功了。首先的话，它这边写着为什么卡波佛得角，它有些翻译不是很准确啊，因为它这个名称的话，它前面是个卡波哦，所以说呢，它就翻译成卡波了。那么欢迎来到西班牙，这个的话其实是翻译不准确的啊，其实应该是欢迎来到佛得角啊。然后呢，很多时候很多人的话对这个国家还是挺陌生的啊，它其实这个气候啊跟这个自然环境还是挺优美的。那么这边是一个介绍啊，佛得角的话，它是6个月的临时工作旅游签证啊。那么其实它说实话，这个签证的话就是一个数字游民签证。然后它这边是一个介绍片啊，然后呢，它这边问啊，为什么选择这个佛得角呢？那佛得角的话，天气好啊，地方美丽啊，然后呢又是远离非洲大陆的啊，其实它跟非洲大陆是有些距离的，距离还挺远的。所以说呢，有一些数字游民的话，他选择一些就是避开城市的这种岛屿的话，我觉得佛得角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上看啊，这个天气啊，它最好是有天气，无尽的阳光啊，周围的海浪啊，这边有说明。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和平与安宁啊，它本身的话，它是个岛国嘛，所以说的话，这种战争啊、非洲的战乱啊，它是影响不到它的。那1975年它是脱离葡萄牙独立的啊，它本身的话，它是说葡萄牙语的国家。那很多人会担心，是不是非洲人很多啊？说实话，他其实这个非洲人，并不是一个主体人口啊，主体人口是当地的一个克里奥尔人啊。然后呢，这个网络的话，他这边说的网络还是挺好的啊，他这边说的是挺好的啊，有一个非常有竞争的价格，因为的话，我觉得它本身的人均 GDP 在3000多美元嘛，那么网络的费用的话，估计不会很高啊，然后呢，招待费的话就是说这个住宿嘛啊，住宿的话，那人均3000美元的国家，我觉得这个住宿费啊，这种生活费啊，成本啊，应该不会高到哪里去啊。它本身的话，佛得角人说一种基于葡萄牙语的克里奥尔语啊。那克里奥尔人的话是当地的主体民族啊，白人的话还是比较少的。那其次的话，70%是克里奥尔人啊，当地人。然后呢，20%几的话是这个非洲人啊。然后剩下的就是白人和其他族裔啊。时区的话啊，这个时区的话大概应该在就是格林尼治时间啊，就是零时区或者说负1时区啊。然后保持活力，这个主要是这种运动它这边都介绍文化啊。说实话，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澳洲的博斯啊，所以说有点远离城市的感觉。那么它这边最吸引人就是它的温暖天气啊，明媚的阳光啊，令人惊叹的自然风景啊。然后这边有介绍住宿的话应该是很方便的。它虽然说9个岛屿，但是它有一个首都叫普拉亚地方，人口也不是很多啊。那数字游牧社区啊，因为也有很多人他想去这种地方啊。好了，我们看获取我的签证你需要申请6个月的临时签证，一旦申请被接受，你将通过进入该国的许可证啊。那么我经过查了一下发现中国内地护照的话，它是去这个佛得角的话，它是可以落地签的啊。一般来说，佛得角很多国家的这种护照去佛得角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获得这种落地签或者免签资格。然后他这边写，在抵达时，您需要向边境当局提交一套文件，以便获得印章啊。这个印章的话就是入境章嘛6个月至少的有效期护照并且你所有的文件是必须的。这个文件我已经点开了，等一下稍后看。然后
请考虑啊，如果说你想在佛罗德角停留的时间啊，如果说你想延长签证，那么就点击这个这个网站都可以完全可以自己申请啊。然后这边有资格啊，资格的话看一下，我们这边也有缺点啊。为什么缺点呢？它不是像所有国家都开放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哪些国家是可以获得这个签证的啊？来自欧洲、北美、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啊，葡语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啊。说实话，中国的大中华地区是不在这个里面的啊。那么这个的话，我估计未来的话，应该他们会看情况来做辨别或者说更新吧，可以了解一下。那么有效护照的话，那是要6个月啊，这个大部分这种入境的国家都是要6个月护照才能入境。好，我们看一下收入证明啊，收入证明的话，主要是关于过去至少6个月啊，个人的话只要银行存款啊，最低平均银行存款余额1500欧元。说实话，这个非常要求非常低啊。那家庭的话只要2700欧，所以说这个要求是很低的。如果说我们中国的话可以申请的话，那这个的话是完全是可以够资格的啊。那么这边有个健康保险啊，关于旅行的保险，如果说希望有旅行保险的话，可以看我视频下方，我有讲过哪些保险是可以值得买的。那么关于新冠肺炎的话，这边要有阴性证明啊。本身的话，它是一个岛国嘛，所以说岛国的话，在这种医疗便利性上的话有点欠缺。然后这个关于申请的话，提交的话是完全在线的啊，它是给你一个电子签证类似的啊，然后你拿这个电子签证之后呢，你可以入境，入境之后呢，它是在机场的时候你交钱，而且这个钱是很便宜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处理时间啊，大概是半个月，2个礼拜，我们不建议在获准批准之前旅行啊。那么等于说他希望你就是在批准之后，你再过来，对吧？本身的话，这个国家也是远离非洲大陆啊，航班的话我估计不是很多。那么关于费用的话，这个就是签证费跟机场费啊，它是2个费用，其实都很便宜啊，就是20欧元一个人啊，然后呢这边是34欧元一个人啊，总共加起来的话就是50多欧元一个人嘛折合人民币的话大概是350人民币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求这个是要求申请表格的要求啊。我已经把它翻译好了啊，它其实很简单啊，注册6个月的临时签证，那么护照尺寸照片这种都很简单啊，预定住宿这个都可以，这些东西我都讲过啊，都是在视频下方的话你可以看到，包括可以看我那些视频啊，包括预定住宿的话可以教你怎么去预定一些可以取消住宿。关于保险的话也可以啊，如果说你签证没有被通过，你怎么去预定一个保险如果说签证通过了，这个保险可以有效，不通过的话我可以把它取消掉。那么这边还有什么术语和定义啊？申请人的话就是主申请人嘛，打算在佛得角从事远程工作的人啊，他也没有要求你提供什么劳动证明或者说过去的每个月收入2000美元或3000美元之类的啊，他只要求你提供这个银行卡存款啊。我觉得这1500欧2000多欧很多人都可以秒杀吧。那么家庭组别这个就配偶跟伴侣还有这种抚养人的儿童，对吧？然后最长的话可以12个月，对吧？好了，关于这个获取签证然后它是这样子的，你必须在向边境当局提交下列文件那么首先的话是这个出去申请批准函的复印件这个的话旅游协会应该可以联系一下。那声明的自由复制的目的是通过边境管理来实现声明的自由，这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宣誓这种签署签协议签字这样。那么机场费用34欧元。20欧元，说实话，就是基本上的话，你就是在这边网上提交表格提交表格之后呢，这文件提上去的话，批准的话，你就把这个纸质材料到时候去机场的话，你就把它带过去就行了然后你看这边的话，这个表格填写就行了声明签名还是很简单的这东西而且这个网上全部可以申请只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未来的话，我估计它肯定会开通向全世界